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课程内容就是大家久违等待很久的课程，就是为什么右曲球这么难改？那为什么右曲球大家总是最困扰的？其实 Vivi 有帮大家列出以下几个动作的分析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，希望可以帮大家调整到。那如果说你身边的有朋友就是右曲很严重，或者是下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右飞很多，那现在开始要准备做笔记咯。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的影片看。OK， 那第一点呢，就是其实很多人在打球的时候会发现你们的手握得很用力。那很用力的有一个状态，很用力你会感受不到你的杆头，所以你在带动动作的时候，你只感觉到你的握把这个部分。所以你想象一下，如果球杆有分2个轨道的圆形，那握把会是里面小的这个圆，那杆头它是属于外面大的这个圆。如果说你是拉着小的圆在打球，那相对的我们的杆头就会落后。所以呢，当你的身体旋转加上手拉，杆头落后的时候，就会很容易形成右曲球。OK， 那我示范2颗，看这是不是像你的动作。好，转上来之后，身体转，然后球杆拉越。哇，这就是很典型的右曲球。OK， 我们再示范1颗哦。有看到这个路线吗？是不是大家很容易打出来的右曲球？如果说你是常常打出这样的球路呢，那怎么去改正？第一个呢，就是你在下杆的时候，你要先去感受到你的右手这个动作，右手屈的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们上杆的时候左手是伸直的，右手是屈的，所以你要先去学会把右手端盘子嘛。很多人都说上杆要端盘子，那下杆怎么办？很多人都没有讲下杆。下杆的时候把手向下伸直。摸到左边的肩膀，好，去做这个向下伸直，摸到左边的肩膀，这个动作去练习。先不要拿球杆去做这个练习。那你的端盘子打开，下来关起来，摸到肩膀的时候也是关起来的，所以你的手臂也是关起来的。你可以去练习一下。那如果说你有办法做出这个动作，待会你在打球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让你的杆头往下去做到释放。你看我的手臂哦，我们不看到球杆。你的杆头握把的部分释放下来，收起来，那你的杆头就会走在前面了，好吗？那我是一样打个2颗给你们看看。准备。很明显吧？球就直了。OK， 如果这是你的第一个动作，那你基本到这边就可以修正了。OK， 那第2个常见问题呢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在下杆旋转的时候无法维持身体的高度，因为其实高尔夫很困难的是在做摆杆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是倾斜的，所以在下杆的时候，很多人无法回到正面继续维持身体的角度，这时候大家觉得很累，很容易就站起来，把我们的胸口往右前方推了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当你的身体往前推，相对的我们的球杆路线就会往右前方推出去，就会 push 出去，所以就会形成往前，而且这个就不是右曲这个问题，它会直接像旋克或直直的往右推。那一样示范2个给大家看。就是大家都会这样站起来顶出去的。好，基本大家这时候上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但就是下杆的时候会这样，就直接就站起来，蛮明显的吧？你看呢？你看这条线，它是直接往右边推出来的。所以如果说你是有这个问题的，那相对的另外一个问题也会衍生出来，就是你的头会留不住。所以你去跟朋友练球的时候，或是看到朋友练球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你的头怎么都留不住呢？怎么都会站起来呢？这个动作其实并不会很难调。那它调整的动作就是记得上杆，如果你是有办法上杆的，其实下杆你一定就可以做到。只是说相对的，你要让身体等待胸口做到对称的身体角度。这个动作，所以一样，
我们在调整动作的时候，先不要拿着球杆去挥，因为如果你用球杆去挥，你会相对的做到原本想打球的这个动作。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把手一样拿着这个球杆固定着你的手臂，你看哦，手臂贴在胸口前面，用身体去做旋转，保持球杆还是跟肩膀一样平行的倾斜的动作。下来的时候，身体一样也还是要维持身体的角度。如果说你可以维持这个角度在做支撑，那你下杆就会很容易的让球杆往前送。那你胸口有办法转到你的目标，你的球就很容易打直了。那一样的，会示范2个给大家看。上杆转得开，下杆转，所以你的头就会很好留着了。肩膀绕着我们的下巴去做旋转。那如果说你是身体起来了呢，那这个问题你也解决了，只是说要记得怎么样去做到肌肉的训练，因为先训练好你的肌肉，做动作调整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修正。OK， 那我们来讲第3个问题。第3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啦，关于到我们的手腕。那其实手腕会是在高尔夫里面一直常出现的问题，因为手腕会影响很多击球时候的状况，包括上杆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起杆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腕就有很大的变化。看着我的手掌部分哦，上杆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掌其实是一步一步一直在打开的。当我在下杆的时候，如果我的身体旋转，我的手腕没有跟着回正的时候，其实我的球杆面如果是打开的，其实就会推出去了。所以当我的速度身体旋转很快的同时，我的手腕没有回来，甚至翻转出去做到这个动作，因为身体下杆还是要带动到旋转的。如果说身体旋转，我的手腕并没有及时的顺着时间差回正的话，如果说我的握把是超过我的球的，那其实我的球杆面就是开放的去击到这个球。所以当我的手腕回不来，但是我又不知道的时候该怎么办？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很难自己去检视，甚至自己练习的时候，因为身体旋转太快，手又拉着，那你的杆面就是打开的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我的小工具了。今天还是会讲到这个 hand motion 这个手腕的侦测器，因为其实 Vivi 在上课啊，一直都有用到这台机器。那它也是我拍的第2支影片，我觉得很好用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手机就可以直接看到问题，然后在自我检视的时候，因为像 Vivi 最近在上杆，我是在调整我的上杆啦，我上杆很容易就是手腕折太多，所以当我在上杆的时候，它会很快很灵敏的去帮我侦测到手腕。那我先连线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把机器打开来，出现一个很漂亮的蓝色。我会用那个我的手腕带去做侦测，对，因为我握杆的关系，所以呢，这样子来讲会对我来讲会是比较精准的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来讲到上杆咯，因为其实大家会在屏幕上这边一直看到我的那个数字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。那我在上杆的时候，其实不用打球。我在上杆的时候就会看着，我的手腕角度是不是正确的？那因为前面2个身体抬啊，或者是身体 push 的这些动作，如果都是没问题的，那最细节就是关于到手腕。因为如果你的大身体方向是没问题的，手腕其实是问题非常大，包括所有职业选手，手腕都是最细节的，因为当在出力的时候，一点点的角度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球杆变化，你们一定会非常了解这件事情。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很好的机器来帮我们侦测手腕，来帮我们看着它，那其实对于练球是更可以专注的。好，你看到，假如说我上杆基本没问题的情况下，如果说我下来手是有点开的，我身体也留了，但是我身体是开的，你们会很明显看到上杆没问题，但是下杆是黄色的。好，这时候我发现，原来我的下杆角度多了，好，增加了。那下一个我继续上杆，维持这个肌肉的感觉，然后下杆让我的右手提早回正一点点。OK， 很棒，这个就会看到都是绿色的，对吧？很明显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所以我蛮喜欢带他练球，就是我可以很专注在于我自己的手腕上，因为假如说你的擦点
好，如果说你的差点是落在10以内，其实动作上的调整不多，但是细节上的调整就很需要。那如果说你是自己练球啊，比较没有请教练，那你就需要一个自己的辅助器，而不是那种一直在看距离的，因为距离其实也都固定的。那你开始要打的是准确度 ，driver 的准确度、铁杆的准确度，包括推杆的准确度，手腕都是相对的关键，对吧？OK， 我们再打个几颗，再测验一下，继续一样上杆的肌肉感觉。那我在这边是对的，好，下杆让它回正。哦，这感觉就很好，对吧？因为其实上一支影片我一直出现黄红啊、黄黄啊，但今天都是绿的，蛮好的。OK， 再打几颗球，好，因为这个就像我平常练球的感觉啊，就是自己在从摆杆开始，然后上杆感觉一下，看一下机器，好下来。今天好棒哦，角度都落在5以内，就是落差都在5。终于，我最近练球有点成果了，而且球都蛮直的。超棒，连我自己都觉得超好，而且你看那个直线超级直哎，真的，所以因为 Vivi 也没办法常常请人家帮我上课嘛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教练，然后练球时间也不多。那如果说你的时间常常跟教练搭不上，没关系，你就是自己去找一台好的侦测器来帮你辅助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练习效果蛮好的。OK， 我来打一个手腕有一点点变化，就是身体转比较，身体都维持好，但是手腕是有一点开的感觉。这个好像不够开，我们再做一个夸张一点的。准备。准备。所以这时候你看到颜色的变化，你就知道说哦，因为它的分段是，绿的是好的，黄的就是有一点点偏差，红的是很严重，你有出现很严重的角度问题。所以如果说你落在黄的时候，你要及时修正。但练球最难的是什么？及时修正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练的时候感觉不错，那偏差一点点，我们并不会感觉到非常多。但在荧幕上显示，如果可以用颜色来帮你就是分辨的话，你就可以及时修正你现在练球的状态。因为大家常常都会在练球的时候发现，我今天感觉不错，但是明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不好，或者是上个月练得不错，但是越练越不好，因为问题是一直累积放大的。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及时修正的话，其实这个真的蛮重要的。因为我也常常出现就是练得不错，然后最后又出了一些小状况。OK， 我们再打个2颗。超好，我这个下来就已经是00的角度，好感动哦。准备。这感觉释放多了一点，对啊，这个我感觉在释放的时候，我的手腕就多了一点点，所以小左区就相对的多。OK， 那以上的问题呢，如果说你是握把拉比较快的，还是说身体抬比较快的，那你都可以比较容易去解决。那如果说你是手腕上的问题，其实你就可以找机器来帮你解决问题。因为有时候教练帮着你的时候，他可以用外力啊，或是及时修正或是辅助来帮你解决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练球嘛，所以你一定就需要辅助品。但是它比较麻烦的是，台湾目前都没有地方可以购买。所以呢，你们必须透过网站跟他们购买。如果说
想要优惠的话，你们可以私讯我的 IG， 那我另外再把那个链接传给你们。但它的目前 APP 是只有英文版，但不会很难，因为就是按照的图案的步骤进去点就可以了。你们可以看到我整个进去的步骤很简单，因为只要连接过一次，登录过你的 email， 那其实第2次连接只要开，然后侦测一下手腕角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忙到你去修正到你的动作。那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一类型的教学影片，你也可以留言给我说你最近发生了什么问题，然后我也可以帮你拍摄影片，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影片来自我成长跟学习，或者是你真的身边有些朋友打得太不好了，你也可以把他的问题丢给我。你们的这些问题呢，都会成为我拍摄的题材。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。今年的5万人订阅，麻烦你们看过影片的人，麻烦订阅、按赞加分享。那下次的影片见，拜拜。练一下球，就我一样会带着机器，然后。哦，这个就好，是超好的。今天练球几乎没问题。